而且那一天是我生日的前一天，就是我一边被说生日快乐，一边一直疯狂被骂。我没有要去接他，然后他也没有念我，因为他去跟别的女生见面。如果你现在陷入这个泥淖里面的话，是时候该清醒了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今天是非常非常久违的诊疗室。其实我们前一阵子的心理状态也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我们觉得诊疗室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什么力量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个重新修复的状态，可以把自己好好整理好，然后那一份力量也分给大家。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：无条件付出的爱是爱吗？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。我是觉得其实没有很深奥，只是如果你陷入那个泥淖，然后出不来的话，你就会陷下去，就跟一个流沙一样。你要某一天自己五雷轰顶，醍醐灌顶，突然清醒，然后才会这样咻从那个泥淖里面就是要冲出来。自己想通了之后才会冲出来。我觉得完全要自己想开，因为我觉得别人讲真的都没有用。我那时候已经一堆朋友跟我讲了，我也没有什么用。我跟大家说，无条件的爱呢，也许是爱，但是那是不对等，然后也不健康的爱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难长久。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给大家听好了。我记得我以前有几段感情，但是对方只是想要我付出，但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回报给我任何，不管是行动上或心理上的事情，他都没有想要回报给我。重点是还是他追我的，他只是想要我付出，但不想要回报我，也不想要承认我们的关系。好糟糕。可是你也有吧？而且我相信在座面前一定有超多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我的至少还是有关系的。我比你惨的，我比你惨。你的还是没关系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会那么惨啊？奇怪欸。可是我觉得自己其实要负一点责任，因为就是你知道看不清楚的时候，而且对方就会觉得你不用回报，好啊，那我也不给你，反正你没差。对，真的不行这样子。我知道很多贝果是这样子，好想点名哦。不要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。然后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悲惨状况好了。其实我也不是那种完全超级被虐，就是我一直给你的东西，然后你都不给我，然后我就我好开心哦的那种。是 M 吧？我不是啊，我喜欢对我喜欢的人好，但是你完全不给我任何关心或是关爱的话，我其实心里也会很痛苦，而且是很折磨。毕竟这种关系是好几个月，甚至可能有些人可能持续到好几年。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尝试跟他说我的感受，跟他说我希望就是你可不可以怎么样，而且我都是那超卑微或者超级久，或者真的已经很受不了了，对，我已经很受不了，然后就是传讯息跟他说，然后他会直接说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说我怎么可以要求他？可是重点是他会要求我，就是他会半夜对我呼来唤去，而且很爱在半夜，因为他是夜猫子，因为我们住不同地方，可是他会突然 call 我，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过去陪他？我就真的就直接过去了，也是蛮听话的。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需要感情，他是一个陷入一个爱情的漩涡盲目，然后我过去以后，他也没有我在旁边，他就叫我坐在沙发上，还有一个人在他旁边，可是他就做自己的事，所以我就从头到尾在那边发呆。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很多次是这样子哦。然后如果我看你手机什么，他又说你声音不能太大声，怎么样，然后就觉得你半夜把我call来，然后要我陪着又不让我睡觉，可是又把我丢在沙发上，就是会很莫名其妙，而且很多次。就如果心情不好，他也会打电话跟我讲，他讲好久，然后要我帮他解决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他自己的私人问题，都是想问我，你觉得怎么办？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？我以前会帮他做，但是我就发现怎么是一直我在做，一直是我在做。可是呢，如果轮到我跟他说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可不可以找你聊？他就会没什么在听，然后不太愿意，偶尔回个几句。然后如果我说可不可以就是换你来陪我一下，他就说什么叫换你来陪我？之前是你自愿来陪我的啊，我现在忙我会尝试跟他表达我的感受，然后希望他可不可以怎么做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我不应该期望他，我不应该要求他，我就会觉得 what？ 可是你都在要求我真的很卑微，然后我的心里就很不好受。但那时候我真的以为无条件的付出是爱的表现。他跟我说我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。OK 啊，最珍贵的存在就是呼来唤去嘛。我那时候听到他讲这句话，本来以为是很感动，久了以后就会想说
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，重点是他有一个晚上很莫名其妙，就我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，我已经快要清醒了，但是还有一点点想说再努力看看那种感觉。他是会问我跑去哪或干嘛，可是他的行程他完全不会跟我讲，就是他觉得为什么要跟你说？对，为什么要跟我说？我们又没关系。可是他对我的所有要求都是会对情侣才会做的那种要求，或是会对好朋友，但是你要是对等的嘛。然后有一次半夜他要突然自己打电话，就很急跟我说，他打电话说我现在在台中，然后没有地方住，可不可以帮我？我现在真的很急。然后他就一脸很惨很可怜的样子。他其实有订房间，可是他被取消是因为他自己过了 check in 的时间，然后那个饭店打电话过去给他很多次，他自己又不接电话，然后他就要我立刻帮他找，要半夜哦。我那时候已经有点不想理他了，可是就想说好，我再试试看。刚好他打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好下楼去接我朋友，而且那一天是我生日的前一天，所以我朋友要拿生日卡片给我。重点是他没有要帮我过生日的意思，故意在我生日的时候跑去其他地方，还不跟我说，就是很莫名其妙。我就好声好气的跟他说，你自己先找一下，我要先去接我朋友。然后他就开始发飙，他就说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不先帮我找？什么叫你自己先去找？你没有要帮我的意思吗？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他的语气是更凶，然后更责备，因为我讲话讲不出来那个口气，我模仿不来。后来我就受不了，我说我现在真的没办法，我就挂电话。我跟我朋友见完以后，他要传爆长一个讯息哦，他说你就让我自己在台中自己在路边等，没有地方去，你就这样对我，你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吗？可是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居然这样对我说，我就心想说你靠，你才是什么意思吧？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工具人。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一句，没错。我后来还是有稍微帮他处理，但是那时候其实过半夜12点，朋友们是会开始传讯息说生日快乐啊，生日快乐。我完全高兴不起来，他完全没跟我说生日快乐哦。然后我要慢慢帮他处理东西，然后又不是我的问题，然后他还要骂人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心情很复杂，有够卑微，有够惨的，就是我一边被说生日快乐，一边一直疯狂被骂。然后后来我还跟他说对不起哦，我还要跟他说对不起耶，我已经被他训练到明明就不是我的问题，还要跟他说对不起。应该有一些人有经历过这种事情。有。我跟那个人相处大概从头到尾大概8个月，不对等的关系是非常的痛苦的，然后整个心理状态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健康。我那时候整个人很憔悴，然后半夜就是会睡不着失眠，而且他又会半夜一直找人，还会冲来我家莫名其妙。他想找我，说他才会冲来我家，我想找他的时候他不会。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要我付出，但是我不能要他付出，因为我应该无条件的对他好。后来我就真的觉得我的确是他最珍贵的存在，但是我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工具人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我清醒以后，我真的完全理解无条件的付出完全是不对的，因为如果你不需要对方回报，就等于是 free 的。那免费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想要一直用免费的东西。对啊，就是你免费，你就觉得哦这个坏掉没差丢掉，哦这个没什么用就放着，不会想要修。对，然后就是他完全不会珍惜，也不会太在乎你。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朋友是这样子的话，更何况感情。所以其实有来有往，然后要完全对等尊重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又长久又健康的感情。如果你现在陷入这个泥淖里面的话，是时候该清醒了。我的确比较惨，然后贝拉上一个虽然是有承认感情关系，但是状况也不是太好。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？就是应该说我有什么想要抱怨的吧。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大家，然后我不想要大家就是因为这样子心情不好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好笑的事情，怎么会曾经那么愚蠢过？可是也许正在看影片的你们，有些人就是正在这么愚蠢，正在这么不珍贵，正在这么的免费，正在这么的超级珍贵工具人。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走过这些事情，我们经历过，我们不会再去犯了。我自己有一个故事，我想要跟大家讲。有一次我跟对方吵架，然后他就是打死都不原谅我。对，是什么事？好像也是一件小事。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在吃晚餐喽，7、8点、8、9点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吃，然后我还边吃然后边跟他吵架，然后我妈一直骂我说你干嘛用手机什么的。我说没有，我现在忙。你还不敢跟你妈说，因为那个人很过分什么什么的。对，他居然跟我说一句你现在来我家这边我就原谅你。我家跟他家等于是一个捷运的头跟一个捷运的尾。那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冲昏了头。我那时候你是跟你妈吃饭吗？我那时候在家里吃饭。好不尊重你哦。等于是说我吃完晚餐之后，我就马上跟我妈说我现在要急着出门一趟，我要去找我朋友。我就真的冲出门，然后从捷运头走到捷运尾，也是蛮听话的。然后如果你跟你妈讲，你妈一定跟你说这个烂人毕业了。对，真的是我到那边之后哦，好，他原谅我了，可是他也不能陪我很久，因为他家管很严。
我们在那边走了一圈操场之后，我就回家了。他也没有带我去哪里或怎么样，他就是走一圈操场，他原谅我之后，然后他就说哦，我可以回去。他也没送我，我就自己又从捷运尾坐到捷运头，然后我又再回家。对，我家还要再搭车才可以到捷运站，然后我就浪费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在那里。但是重点是，如果我觉得你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啊，我又没有犯什么滔天，我怎么可能会犯什么滔天大罪？如果以我的对贝拉跟他前任的理解，就是他都没做什么，然后他就会大发雷霆，然后把罪全部怪在他身上。但是他前任真的做了超多无法理解、不可原谅的事情，都不怎么会跟他道歉。而且我每天都必须去接他下班，而且贝拉家很远，然后接他下班之后呢，我们又没有要去吃饭哦，我们又没有要约会哦，我就是陪他走那一段他从上班的地方到搭捷运的地方，到那边之后，他也没有要陪我坐回去，他就回家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再回去。所以你就回去，然后见个10分钟、5分钟，然后就回家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可能不去接他，然后他还会生气说为什么今天不来接他。有一次我有发现，就是我没有要去接他，然后他也没有念我，因为他就跟别的女生见面。OK， 反正我们都犯过这些愚蠢的错误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感情中最珍贵的不是付出，而是你们彼此的陪伴与理解以及尊重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3个的话，完全不是一个值得的感情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开心的事情，你不能就是一直默默的隐忍，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没关系。我觉得可以好好的讲出自己的不满，告诉对方你的需求，不要害怕就是你讲了以后会影响关系，然后也不要害怕就是可能会有的争吵，就不要因为怕争吵，所以你就一直忍，最后你变成你们家的玛利亚。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他讲了这件事情，我想要他理解，然后他对你生气的话，这段感情真的吵起来了，其实我觉得也值得了。就是你也看清楚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你可以早点切断这段感情。我觉得吵起来其实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吵完了要改变，他要愿意理解你，要愿意尊重你，要愿意觉得你不是免费的。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值得的。如果做不到这几点的话，这个感情就是不对等的关系。不管对方长得再正、再辣，真的，再怎么样是你的理想型，大众面前是一个超级棒的人，但是他对你就是爱理不理，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我觉得一个会珍惜你的付出，同时也愿意对你付出的人，这个才是你值得无条件付出你的爱的人。我觉得大家不管年纪多大，都还是有时候被爱冲昏头，然后忘记自己，然后否定自己的价值。就是你自己其实肯定是有价值的。我们讲出这件事情是希望告诉大家，你是值得的，你是有人爱的，你是被爱的。无条件的爱只值得无条件对你付出爱的人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希望用我们的故事去告诉大家，不要再当一个免费的工具人。对，今天的影片希望用我们的故事告诉你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珍惜你，然后愿意长长久久的另外一半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诊疗室相关的内容想要跟我们聊的，想要对我们提出的疑问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就可以拍出更多影片告诉大家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。拜拜。